大家好，我係法蘭克，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單發生喺英國紐卡素嘅虐殺案，一單俾法官形容為唔應該存在於21世紀嘅案件。佢哋對受害人做出嘅行為簡直係令人發指，而且手法同行為係極度嘔心同兇殘。如果比較細膽嘅觀眾，我會建議陪同之下收睇呢一集。而案入面會牽涉總共6個人，關係錯綜複雜。我已經整理好圖片同埋故事，希望令到大家更容易理解。如果睇一次就睇得明嘅話，就喺留言區話俾我知。依家我哋一齊揭開 James Prout 虐殺案背後嘅故事。紐卡素係英國核心城市之一，地理位置靠近英蘇邊界，亦都係英格蘭北方最大嘅一個城市。喺2016年3月27號嘅下午3點半，英國警方喺紐卡素 A187 號公路旁邊嘅一個叢林入面，揾到一具屍體。屍體俾2個綠色睡袋包住。由於喺公路旁邊同埋周圍都冇建築物，綠色睡袋又同草叢形成咗保護色，根本就唔會有人察覺到。屍體已經腐爛同發臭，仲有俾野生動物食過嘅痕跡。法醫指死亡日子大概係2月5號至10號之間，相信死者已經死去最少6個星期。驗屍結果顯示，屍體係一名男性，身上有好多大範圍嘅瘀傷同埋多處嘅骨折。除此之外，呢名男子失去咗一隻門牙，陰囊仲有被切開過嘅痕跡，裏面亦都少咗一粒睾丸。法醫斷言呢名男子被殺之前一定受過長期嘅毒打、虐待同埋折磨，但因為屍體實在腐爛得頗為嚴重，法醫根本就推斷唔出真正嘅死因。咁究竟呢個男子係咩人？係唔係謀財害命？生前究竟發生過啲咩事令到佢失去咗一隻門牙同一粒睾丸呢？而呢位死去嘅男士就係今日虐殺案入面嘅受害人 James Prout， 而且被棄屍嘅地點同佢居住嘅地方距離大概只有100米左右。43歲嘅 James 出生於一個窮人家庭，合共8兄弟姊妹。James 因為有學習障礙，所以出到嚟社會都係做一啲比較基層嘅工作，同埋靠犯法度日。直到2006年，因為前妻實在抵唔住 James 成日出入警察局，所以選擇咗離婚，而前妻同2個仔仔都再冇見過 James。30幾歲已經需要領取政府嘅救濟金同社會福利機構派發嘅免費膳食過活。雖然係咁，但 James 為人樂觀正面，性格好好，大家都好喜歡同佢相處。但正因為咁，俾佢識到以下呢一班人，令佢人生走入絕路。James 喺福利機構入面認識到 Anne Corbett， 一個改變佢一生嘅女人。Anne 當時25歲，同哥哥 Ivan 一齊租緊聖 Stephen's Way 75號嘅住宅。因為 Anne 同 James 成為咗情侶，所以喺2014年 James 都搬咗入去一齊住。不過冇幾耐 Ivan 就搬走咗，而 Anne 同 James 亦都分咗手。而擁有呢個物業嘅人係一位55歲名叫 Kay Rayworth 嘅女人。佢曾經有過2段婚姻，除咗擁有一個出租嘅物業之外，佢亦都喺同一條街嘅35號擁有一個自住物業。同佢一齊住嘅係一位名叫 Sahid Zaman 嘅男人。Kay 比 Sahid 大13歲，2個人喺2004年認識之後就發展成為情侶。不過大概去到2011年嘅時候就結束咗呢段感情，因為 Sahid 認識到另一個失婚女人49歲嘅 Myra Wood。Sahid 同 Kay 雖然冇再喺埋一齊，但 Kay 亦都冇趕走 Sahid， 反而仲出租75號嘅房間俾 Myra 入住。我哋總結一下人物關係。Kay 係擁有聖 Stephen's Way 35號同75號物業嘅人。Sahid 係同 Kay 一齊住喺35號住宅，但佢哋已經唔再係戀人嘅關係。75號住宅就住緊 James、Anne 同 Myra。Anne 嘅哥哥 Ivan 曾經入住過75號，但已經搬走咗。Sahid 係一位坐住電動輪椅嘅男人，
佢積極參與社區慈善活動，表面上睇起嚟係一位好好先生，但呢啲只係形象工程。私底下嘅佢其實係一個霸凌者、支配者同埋操控狂，甚至有鄰居指出見過 Shahid 行動自如，假扮成傷殘只係為咗呃政府嘅福利。佢為咗監視所有人同鄰居嘅一舉一動，喺35號物業周圍安裝晒閉路電視。認識 Kay 同 Myra 嘅人都指出佢哋識咗 Shahid 之後嘅性格大變，由以前好外向嘅性格變到好收埋自己。因為 Shahid 係一個操縱狂，連見自己同前夫嘅仔女都要經佢同意同批准。如果唔聽話就會對佢哋進行家暴。無可否認嘅係佢真係好識得操縱人心，就連同佢冇任何關係嘅 Anne 都會聽佢支笛。Shahid 喺呢個小團體入面作為領導嘅角色，不停咁洗腦同操控呢3個女人同 James， 而 James 就喺團體嘅最底層，俾呢4個人不停咁樣差遣。雖然口中成日話係好朋友好兄弟，但 Shahid 只係當 James 一個工人去服侍自己。我哋或者可以從 Myra 嘅社交網站同警察提供嘅閉路電視片段睇到，10月之前佢哋嘅關係都仲叫正常，而相入面嘅 James 都仲好健康。2015年10月中，Shahid 指控 James 協助 Anne 嘅哥哥 Ivan 偷咗佢幾百英鎊嘅物品。Shahid 一路都好憎 Ivan， 因為今次已經唔係第一次 Shahid 指控 Ivan 偷佢嘅嘢。但 Ivan 已經唔再係住喺 St. Stephen's Way， 指控嘅真實性無從得知。但 Shahid 竟然冇揾警察嘅協助，而係遷怒於 James 嘅身上，開始對佢濫用私刑。Shahid 同呢3個女人就不停毒打、虐待同折磨 James， 唔俾飽飯佢食，用玻璃樽打佢個頭，又用棒球棍打佢嘅身體，造成多處瘀傷同骨折。佢哋又逼 James 同 Shahid 嘅狗性交，又用錘仔同鑿打甩佢嘅門牙。最殘忍嘅係佢哋用戒刀戒開佢嘅陰囊，切走佢一粒睾丸，用熱水渌熟之後再逼 James 自己食翻。你冇聽錯，佢俾呢4個人強迫食翻自己嘅睾丸。11月嘅時候， Myra 喺自己嘅社交網站上面打咗呢一番咁嘅說話。任何認識 James Prout 嘅人都知道，佢係一個講大話、詐騙、貪心嘅無恥之徒。佢為咗買毒品會去偷錢，同男人、女人發生性關係，再傳播性病。從字裏行間亦都透露咗佢哋係指責 James 偷嘢，而且對佢嘅態度係180度轉變。相信呢個時候佢哋4個已經開始濫用私刑。其實 James 唔係冇試過求救。譬如喺11月嘅時候，試過將傷勢貼到自己嘅社交網站上面，但一直都冇人理。如果 James 嘅傷勢比較嚴重，4個人就會帶 James 去睇醫生，但每次佢哋都唔俾 James 講太多嘢，然後就會講大話幫佢解釋傷勢嘅來源。另外 James 就算見到醫生都冇法子講出真相，因為佢知道講咗出嚟佢嘅下場只會更慘。經過呢3個月嘅虐待同折磨， James 嘅身體越嚟越差。我哋可以由閉路電視嘅畫面見到，喺 James 死前嘅3日，佢身形非常消瘦，連行同企都需要攙扶，露出嚟嘅手臂有明顯嘅瘀傷。而另外2個女人就好似獄卒咁帶佢去到35號嘅住宅，繼續受到非人道嘅對待。你可以睇得出 James 嘅表情係幾咁唔願意同痛苦。經過長期嘅虐待， James 嘅身體終於都頂唔順，喺2月9號凌晨不停痛苦咁呻吟。而呢個時候，同屋嘅 Myra 同 Anne 竟然唔係幫 James 求醫，而係嫌 James 太嘈，發短信向 Shahid 投訴。Shahid 親自去到75號住宅，教 Anne 點樣用一條長褲綁住 James 個口，等佢唔好再嘈。過咗一陣 ，James 的而且確係冇再嘈，因為佢已經再撐唔住離開咗人世。當知道 James 已經冇咗生命跡象，
Kay 同 Shahid 就準備睡袋同輪椅，折返返去75號住宅，用2個睡袋笠住 James 嘅遺體，直接用輪椅運屍體去草叢棄屍，希望假扮到一個無家者活活凍死喺路邊嘅假象，又喺花園點火燒晒啲證據，希望毀屍滅跡。之後仲營造到 James 失蹤，不停咁問周圍嘅鄰居有冇見過佢，表現到好似好擔心咁樣。但其實佢哋心裏邊好清楚知道 James 已經死咗，而屍體亦都俾佢哋掉咗喺草叢入面。最離譜嘅係 James 死後都唔放過佢。銀行記錄顯示 James 銀行戶口喺佢死後有被提取過。原來棄屍當日 James 嘅銀包仲喺個綠色睡袋入面。Ann 同 Kay 係有翻過去棄屍地點去抄翻 James 張銀行卡出嚟。後來閉路電視亦都有影到 James 戶口一收到政府嘅救濟金，佢哋就會去提款機拎錢。咁既然接近2個月過去都冇人發現屍體，點解最終佢哋嘅惡行會被揭發嘅呢？ Ann 似乎一直都受到良心嘅責備，反而 Shahid 就千方百計想瞞天過海。最恐怖嘅係 Shahid 不斷咁慫恿 Ann 寫一封自首信，而呢個亦都係佢盤算嘅計劃之一。Shahid 開始知道紙係包唔住火，既然 Ann 好有機會自首爆晒佢哋4個人嘅惡行出嚟， Shahid 就決定先下手為強，喺3月25號報警。Shahid、Myra 同 Kay 3個夾好晒口供，話 Shahid 被 Ann 襲擊，仲將殺死 James 嘅事推晒落 Ann 嘅身上。但英國警方好快就睇穿晒佢哋嘅大話，最後4個人全部被捕。唔知 Ann 係咪不停被洗腦，一開始嘅口供並冇督佢哋3個出嚟，作供嘅時候反而係教和佢哥哥 Ivan 有份一齊殺死 James， 直到 Ivan 拎到不在場證據 ，Ann 先至願意講出事實嘅真相。佢哋4個人冇人願意承擔自己嘅過錯，不停將責任推卸，一直話自己參與嘅程度好低。警方喺屋入面揾到幾樣染有 James 血跡嘅物品，其中2樣就係 Ann 同 Shahid 嘅鞋。雖然一開始係俾假口供，但警方係偏向相信 Ann， 因為係 Ann 提供 James 屍體嘅位置。法官指呢單咁殘忍嘅案件只應該存在於歐洲嘅中世紀。經過1年嘅等待同3個月嘅審訊，於2017年6月27號，紐卡素皇家法院正式裁定 Shahid Zaman 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最少需要服刑33年先至可以申請假釋。Ann Corbett 謀殺罪名成立，被判處終身監禁，最少需要服刑27年先至可以申請假釋。Kate Raworth 同 Myra Wood 謀殺罪名不成立，但導致或任由他人受到嚴重傷害或死亡罪名成立，被判監9年同12年零4個月。不過佢哋只係服刑5年就已經刑滿出獄。James 嘅哥哥 Eddie 選擇咗喺自己嘅生日去為 James 落葬，令自己永遠都唔會忘記弟弟同埋呢一班咁殘忍嘅殺人魔。而 James 嘅社交平台依然存在，希望可以警惕世人，紐卡素呢個城市曾經出現過一單咁殘忍嘅虐殺案。多謝收睇玄奇異聞館，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哋嘅睇法，同埋訂閱呢個頻道 ，share 俾朋友。下集將會為你帶來更多嘅玄奇異聞。